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与赵丽颖从9型人格看，对待感情态度不同，事业规划也不同。一个扎堆偶像剧，一个转型正剧，从9型人格看，赵丽颖、杨幂大不同。曾经在周冬雨荣获3金影后的那一天，关于85花的相关内容登上了热搜。90后小花都已经拿到了3金大奖，而作为全员大流量的4位85花演员们，不仅电影权威奖项全无，就连常年深耕的电视剧领域摆得上台面的奖项也寥寥无几。作为85花里的代表人物，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、唐嫣都曾是流量时代有过大爆剧的女演员，但是下半场实际开打，谁能最先拔得头筹，恐怕从他们的9型人格的性格型号就早已注定了结局。刘诗诗虽然是唐人一姐，但她的事业心却如网友给她的美称一样人淡如菊。有些演员选剧本是为了提升自身的人气，从而获得流量，也有一些演员是为了冲奖，或者因为人物足够有吸引力才接下这个角色。但刘诗诗选剧本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她想要什么。而另一位已经为人母的唐嫣，可以说是更没有事业心了。虽然在婚前拍了很多的爆款剧，但是婚后休息太久，导致人气大不如从前，进组更是遥遥无期。也因此85花里的4位高人气女演员也只剩下杨幂和赵丽颖还在一较高下。杨幂虽然是童星出道，但要说真正成为有竞争力、有影响力的女演员，还是从攻大火开始的。而赵丽颖作为跑了多年龙套，在《陆贞传奇》爆火之后，因曾给杨幂作为配角，导致从出名后一直被网友们拿来跟杨幂对比。即使两人不是诚心比较，但明里暗里已经成了对家。感情上，两人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离婚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，事业上也都是接连几部爆火剧奠定了基础。不论是从感情还是从事业的发展趋势都是十分的类似，这背后跟他们本身的性格离不开关系。从9型人格上来看，杨幂和赵丽颖都是9型人格里的3号，都是成就型人格，极具目标感。但从细分上来讲，杨幂是小3号，赵丽颖是典型的大3号。这一点从他们俩对待感情和事业的态度就能分辨出明显的区别。一、对待感情上，杨幂与工作割裂，用自己的方式付出，受了伤立马武装自己，不会表现自己脆弱的一面。杨幂的3号性格体现在她有着3号的很多外在性格，如典型的工作狂，喜欢打扮，追求时尚，极具自己的想法，但也将3号性格的弱点完全涵盖了，如遇到打击时会不自信，这在她与刘恺威的感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成就型人格在感情中会很好的控制好自己的感情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投入过多的感情，防止自己受伤。但如果一旦深陷其中，也会表现出极具小女人的一面。因为成就型人格的人非常的有自己的主见，不太会委曲求全的做出不符合自己原则的事。而杨幂在与刘恺威婚后，多次被拍到刘恺威对她冷脸相向，杨幂依旧追随其后。而3号性格只有不自信的时候才会做出软弱的一面，但同时受过伤后的3号需要找回自己的自信与价值，在寻找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便会更倾向于自己完全能掌控的感情，并且不会再过多的投入真心，完全的将自己武装起来。赵丽颖完全的工作狂，感情婚姻似乎只是生命中的一个流程，需要有，但不是最重要。赵丽颖与冯绍峰结婚后，冯绍峰在一次采访中曾经说过，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觉得只是想结婚。
从冯绍峰对赵丽颖的印象中可以感觉到，赵丽颖在生活中是个典型的大三号，对待感情也是极具理智，在乎外表以及面子，排场是很多三号最明显的特征，甚至永远是人群中最闪亮的花蝴蝶。但只有一种情况会让三号不在乎面子，那就是追求更极致的人生价值的时候。而说赵丽颖是典型的大三号，原因是赵丽颖在感情上完全不在乎面子，也不在乎排场，婚礼可以不办，娃也可以生，离婚都不需要过多解释，从恋爱到结婚到离婚，不需要秀恩爱去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辩解自己幸福不幸福，完全不在乎外人的想法。离婚后的赵丽颖也不着急谈恋爱，只想搞事业，更不需要疗伤，因为可能冯绍峰这个与她结婚的人也仅仅是个过客而已，占据不了什么位置。她的人生追求就是实现她的人生价值。所以在播完《楚乔传》后，她在星空演讲上说道，她被楚乔的人生吸引，觉得人就该有信仰，只有找到更高追求的三号，感情完全不会成为她的追求，甚至没有都可以。2. 对待事业规划上，杨幂酷爱流量，地位决定了发展规划不会是拿奖。杨幂是从演员转型成为资本比较成功的艺人之一，早期杨幂化身拼命三娘，拍了很多的烂片和古偶，不在乎口碑，只在乎能为公司创造多少价值。当时她的规划不在如何做一个好演员上，而是如何快速的突破层级，成为人上人。很多粉丝不理解，在流量时代已经过去的时候，为什么嘉行旗下艺人迪丽热巴可以接《公诉精英》这样的大饼，而杨幂却不给自己条好的剧本，依旧扎堆在流量剧、古偶剧中？那是因为三号性格中爱面子这一个特点在她身上放大。有一部分三号性格很喜欢别人敬佩自己，夸赞自己，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，在哪里都是滔滔不绝，喜欢做人群中的焦点，经常会说一些一鸣惊人的话，引起别人的关注，关注越多，自身的价值感越强，所以沉迷流量带来的关注，以及塑造出的身份位置的差距感，能让他得到更多的关注与与众不同。所以粉丝们期待杨幂转型正剧，拿到下半场的实际，可能在这一点上的规划，杨幂并没有那么明显。赵丽颖追求个人极致价值的实现，完成目标找下一个目标。相比于杨幂，赵丽颖似乎在公众场合很少讲一些有威力的话，也不怎么表达个人对某种事件的看法，没有表演的欲望，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三号性格，但她却把三号性格里的追求极致价值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点就是从她对待楚乔这个角色的态度能够感受到。赵丽颖演过很多角色，楚乔却是让她最为遗憾的一个，因为没有演完，楚乔的很多理想还未实现。因为在楚乔的身上，她找到了自己的共鸣，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。不同于一些别的女演员，赵丽颖是一个一直愿意不断尝试新角色、新人设的艺人，这个就是三号里典型的不断制定目标、完成目标、寻找下一个目标、实现自我价值的特点。实干派的三号在认定的事情上都是极具自信的，即使当下没有能力完成，也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杨幂与赵丽颖在流量时代都是爆剧的当家花旦，但是在 CVB 看实际的时代，前面的成绩都已经清零，进入下半场，有的人醒来了，开始新的一轮课业了，而有的人还停留在舒适区。不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，都应该看清当下的形势。清朗行动后，各平台流量造假、4X 炒作的管控下，想通过营销爆剧难，爆人更难。想要在未来能够继续站稳脚跟，除了需要有持续作品的输出外，还需要质量过硬的口碑以及实际在手。
冲奖不是一句说说而已的口号，稳扎稳打规划好自己才是硬道理。